阴暗潮湿的地窖内，女人手持手电，小心翼翼地扫视着周围。这里的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红酒，桌子上的灰尘也很厚，看样子这个酒窖已经很久没人光顾过了。卡罗尔把目光再次落在了货架上，有了这些红酒，以希杰的手术便有望可以提前安排。就在他准备挑选一些上档次的红酒带回去时，下一秒，丧尸挣扎了几下，货架直接倒塌，连带着架子上的红酒也碎了一地。卡罗尔抽出匕首，对着丧尸的脑袋就是一刀。可刚解决完，角落里又走出来2个。他先是用盒子绊倒前面的那只，瞅准机会一刀将其带走。可后面那只已经扑了过来，匕首也顺势掉在了地上。这只丧尸身形高大，很快便将他按倒在地。手里没有了武器，他只能强撑着不被丧尸咬到。好在挣扎的时候看到了桌子上有个开瓶器。半小时后，兰斯还在办公室为红酒的事情伤着脑筋。秘书又送来一款，可还是达不到兰斯的满意。他不是米尔顿家族的人，而是凭借自己的能力爬到了如今的位置，所以他不想在帕梅拉心中留下不好的印象，否则说不定哪天他就被换了。就在他焦头烂额的时候，卡罗尔推门走了进来。他没有说话，而是把一箱红酒轻轻地放在了桌子上。兰斯略显惊讶地走了过来，他没有开口询问，而是拿起了一瓶红酒端详了起来。一瞅竟然是82年的拉菲，这个档次已经是相当高端了。 How did you know? My mother was taught. So you found a way to get outside. 塔罗尔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兰斯也没有追究，而是询问起了他想得到什么。I have a friend who's waiting for surgery, and I need you to get him to the front of the line. That's a big ask. Difficult stuff. Not for you. First things first. I need to make sure this wine goes over well. 很明显，只要今晚红酒受欢迎，以希杰手术的事情就有着落了。晚上，酒被送到了宴会后厨，马格纳刚好是这里的服务员。没办法，他在末世前的事迹并不光彩，甚至还进过监狱，所以被安排了干这个。可反观他的女朋友由美子，此刻已经成为了联邦的高层。Want some wine? Here, it's really good. 由美子也是略显尴尬，毕竟他俩之前可是生死相依的情侣，可现如今二人的地位却有了阶级之分。而一旁的汤米明显是不太适应这种场合，身处其中的他很不自在。自从医生的身份被揭穿后，联邦怎能放任他逍遥自在？所以汤米最近过得很是麻木，已经破罐子破摔，活得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对此，由美子也是无能为力。而像这种场合，一般的民众根本就没资格参加，只能是在门口坐着迎宾。公子哥骚包地走在红毯上，就在他准备进入会场的时候，却注意到了门口客串保安的达里尔。接着他装模作样的过去帮他整理了下衣服。Wow. It was a hate smile. 鲁哥自己哪能不明白，那小子是记恨上他了。这时，迎宾们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兰斯没想到自己这么受民众爱戴，可紧接着他便傻眼了。原来这些人是在为墨色欢呼，真是尴尬。Mercer. Take it back on. Your translation. I just wanted to say hi. Very happy tonight. 面对公主的撩拨，墨色一时有些害羞，而公主也是性格直率，她本就对墨色很有好感。这时墨色悄悄地来到了她旁边，低声说道：“我讨厌这种社交场合，非常无聊。你想跟我进去转转吗？”公主本就神经大条，再加上男神向自己发出了邀请，当即便点头答应了下来。果然女追男隔层纱，只要你勇敢大胆一些，爱情这不就来了吗？ Name? She's with me. There's a dress code. 男人甩了个白眼，只能让开。指挥官可不是他能得罪得起的。进来以后，公主被会场里的豪华布置所吸引，很快她看到了老朋友由美子，于是对一旁的墨色打了声招呼，便跑了过去。穿得骚里骚包的兰斯看到了帕梅拉，于是谄笑着走过去打招呼。 Pamela, how do you like the wine? It's fine. 可还没聊两句，一旁的秘书便轻声提醒帕梅拉有记者来访，于是他便跟兰斯简单说了句，就转身离去。 Oh, and we need to get a meeting on the books about this Alexander. I have a catch. I'm sure you do. 帕梅拉带着秘书来到了康妮二人面前打招呼，他们在末世前就打过交道，毕竟那时的康妮可是个非常出名且正直的记者。
就在他们交谈的时候，一个服务生看着他们，他似乎很想上来说话。帕梅拉简单回答了几个问题后，便准备离开。那个服务生看到后，立马放下了手中的托盘。Excuse me, I'm sorry. Miss Milton is very strict itinerary tonight. 男人被拒绝后，神色有些黯然，满脸不甘心的朝帕梅拉看了2眼后，只能无奈的继续去工作。而这一幕也被公主和由美子看在眼里，俩人都觉得这个靓仔有些眼熟。公主突然想了起来，这人不正是她在火车站车厢里揍过的那个暴风兵吗？难不成就是因为那件事，他才沦为了服务生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公主可就内疚了。这时，兰斯走上台示意大家安静。It is my honor tonight to introduce someone who needs no introduction, our esteemed leader, the Governor of the Commonwealth, Miss Pamela Milton. 帕梅拉优雅地走上台，下面的宾客纷纷鼓掌欢迎，只有那个服务生显得心事重重。接着，帕梅拉在台上说道：“感谢大家参加今晚的宴会，接下来我给你们欣赏一件有着特殊含义的东西。”话音刚落，秘书便掀开了一旁的红布，露出了一幅精美画像，这是他的父亲，也是联邦的创始人，是联邦的一个女人送给帕梅拉的礼物。场中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帕梅拉继续说道：“感谢我父亲的付出，才能让我们拥有现在美好的生活。我们也在努力让世界恢复成原来的样子。相信他在天上看到今天规模的联邦社区会非常的自豪。” How much this place protects and cares for all its citizens. Bullshit. This is bullshit. Sir, that's Does enough. anyone here really believe the Commonwealth cares for all its citizens? Do you know who I am? Sir, this isn't the time. Please, you need to stop. Don't come any closer! Don't come any closer! I just want to talk! Will you please just talk to me? I would have died for this place. What's my name? I don't know, but I'd like to. Tyler Davis. I was a trooper. I tried and I tried to reach you. One mistake and I lost everything. I came here to talk to you, to make you listen. Tyler, I want to listen. Let's talk, just the two of us. Don't lie! 男人现在的情绪非常的激动，在他看来，这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说着，他还把那幅画给毁了。Like we're nothing to you. Disposable. You're wrong, Tyler. I see you're hurting, and I want to fix that. But first, you have to promise not to hurt anyone else. Please put down the knife and let my assistant look. 男人听着帕梅拉的话语，也逐渐的冷静了下来。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举动是有多么的冲动。出了这样的事，他以后很难继续在联邦生活下去了。好在他本性不坏，丢下麦克斯便慌乱地逃离了现场，顾不上其他的，达里尔第一时间便追了出去。I'm okay. Just gonna stand there? Go after him! 被公子哥当着这么多人吼叫，简直就是把墨色的脸踩在地上践踏。达里尔一直追到了外面，他环顾着四周，刚好看到男人逃进了鬼屋里面，他赶忙追了上去。进到里面后，他小心翼翼地在里面搜寻着，因为他不确定男人是否还藏有武器。走着走着，他听到了动静，就在帘子后面。Got nowhere to go. You take him in? You won't give me a choice. Shit, I didn't mean to. Just wanted to talk to her. To get her to understand. 男人有些崩溃，他知道自己是不可能逃出去了。 Don't do that. I screwed up protocols. With the prison, I got beat up. Lost my apartment, my spending card. I have no way to help my sister or kids. You got a sister. It means you got family. A lot of us don't get to have that anymore. We'll take that away from her. It's not fair. 男人点点头，鲁哥的这番话让他想起了妹妹，亲人才是现如今活下去的希望。他痛苦地放下了手中的匕首，然后递给了达里尔，自己闯的祸必须得自己承担，不然往后他家人的日子可不会好过。其实达里尔也不想这么做，但联邦有联邦的规矩，他又是职责所在。等来到出口的时候，公子哥听到动静来到了这里，这货皮笑肉不笑地看着达里尔，还夸奖他终于做对了一件事。Now you got him. Go ahead. Tell me your mom.
生活就是这样，就连一向眼里不容沙子的弩哥都搞起了人情世故。他和服务生都一样，都是为了家人。朱迪斯和 RJ 还等着他转正过上好日子呢。不多时，他们便返回了大厅。公子哥还细心地把头发弄得乱一些，随后便走进了会场。几人一现身，会场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真是一群拍马屁的高手，光鲜亮丽之下全都是虚伪与恭维。一直进到里面，帕梅拉有些意外，人竟然是自己儿子抓住的。 Well done, Sebastian. 诺瑟见到这一幕，便看向了达里尔。公子哥有几斤几两，他还不清楚吗？ Remove him. Think getting rid of me solves anything? There are thousands more like me. Resist the Commonwealth! Visibility for workers! Equality for all! 这话让帕梅拉感到一丝的不安。真的有很多人私下反抗联邦吗？兰斯果断地表示不可能有。Make sure. 出了这样的事，宴会也草草地提前结束了。兰斯一脸阴沉地走出了会场。塔妈见状，赶忙迎了上去。 The wine go over. Great. It was a good first step. I'm glad you asked. 就在卡妈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诺瑟带着士兵走了出来。他直接下令封锁了会场，然后把罗西塔给喊了过来。他知道服务生里有罗西塔的朋友，便想让其过去询问一下，看看对方知不知道那个闹事服务生的信息。很快，罗西塔在后厨找到了马格纳，向他打听起了那个服务生的事。可马格纳对那个男人并不是很了解，但是他却认同对方大闹会场时所说的话，觉得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平等，到处都充满了阶级与虚伪，甚至比末世前都要严重。可他们又能怎么办呢？这里虽然充满了不公平与道貌岸然，却比起外边朝不保夕的生活已经是天堂了。